被白居易用诗杀死的女人，自古红颜多薄命，绝世佳人世难留。她本是唐代名妓，容颜绝世，舞技超群，才华横溢。苏轼曾梦见她，为她写诗。白居易曾用醉娇胜不得，蜂鸟牡丹花称赞她，最终无奈在丈夫走后独居燕子楼，历经10余年不嫁，被白居易用7言绝句逼死。她就是关盼盼。本期视频让我们一起走进关盼盼的一生，看白居易如何用最狠的一首诗，让一女子读后自尽而亡。在唐德宗贞元3年的时候，关盼盼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，自幼受到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，他不仅对诗文有着深厚的造诣，精通各类诗词歌赋，还拥有一副令人陶醉的清丽歌喉，舞技更是高超绝伦。他的才艺堪称一绝，能够一气呵成且深情地唱出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，那歌声仿佛带着人们穿越时空，走进《长恨歌》里的凄美故事。他擅长的霓裳羽衣舞更是在徐泗一带远近闻名，只要他翩翩起舞，便能吸引众人的目光。再加上他那倾国倾城的容貌，身姿轻盈柔美，体态婀娜多姿，宛如仙子下凡，令无数世家公子为之痴迷，对他魂牵梦绕。然而世事无常，后来关家逐渐家道中落，穷困潦倒的关盼盼只得跻身青楼，成为一名卖艺不卖身的民间艺术家。初入风尘的关盼盼因才色双绝，艳名远播，成为名噪一时的头牌名妓。当时的徐州首帅风流才子张殷便被关盼盼的绝世容颜所倾倒，迫于无奈之下，关盼盼被徐州首帅张殷用厚重的彩礼迎娶回家，成为了他的妾室。唐宪宗元和年间，张殷前往徐州出任首帅，虽然身为武官，但他却有着文人的雅趣，对儒雅之风情有独钟，也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，能读懂文墨。他对关盼盼的诗文才华极为欣赏，而关盼盼那美妙动人的轻歌曼舞，更是让这位封疆大臣深深着迷，如痴如醉。当时著名诗人白居易在朝中担任校书郎，一次他外出远游，来到了徐州。张殷一向敬仰白居易的才华，得知他到来，便热情地邀请白居易到府上，并精心准备了一场盛宴，盛情款待。关盼盼对白居易这位大诗人同样是仰慕已久，听说他要来府上，内心满是欢喜。在宴席上，他热情地拿起酒壶，一次又一次地为白居易敬酒，表达着自己的敬意和欢迎。当众人喝得正高兴的时候，张殷想让大家见识一下自己爱妾的才艺，便让关盼盼为客人们表演歌舞。关盼盼欣然答应，全身心地投入到表演之中，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《长恨歌》和霓裳羽衣舞。或许是借着几分酒意，关盼盼这次的表演堪称完美，她的歌喉婉转悠扬，舞技更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。白居易见此情景，不禁大为赞叹，眼前的关盼盼仿佛让他看到了当年那位能歌善舞、倾国倾城的杨贵妃再度出现在眼前。于是他当即挥笔写下一首赞美关盼盼的诗，其中有醉娇胜不得，蜂鸟牡丹花这样的句子。这2句诗的意思是，关盼盼那娇艳动人的神态无人能及，也只有花中王者牡丹才有资格与她相媲美。如此高的赞誉，又出自白居易这样一位在文坛颇具影响力的大诗人之口，关盼盼的艳名自此更加远播，传遍了四方。时光匆匆，2年之后，张殷在徐州病逝，最终葬于洛阳的北邙山。正所谓树倒猢狲散，只有关盼盼对亡夫的一片痴心从未改变。他搬到了徐州城郊云龙山脚下的燕子楼居住。从那以后，他关上大门，拒绝接待任何客人，每日持斋礼佛，下定决心这辈子都不会再嫁人，一心要为去世的丈夫守节，直至生命终结。这个时候的关盼盼年纪20岁，正是青春最美好的年华，有着倾国倾城的绝美容貌。她曾经还是名噪一时、极为走红的头牌名妓。
自从他守寡的事情传开后，理所当然的，有众多青楼妓馆都来邀请他重新回到那风月之地，也有不少从前的恩客愿意花大价钱，想要把他纳为妾室。然而，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诱惑，关盼盼都果断地拒绝了。就这样，关盼盼在燕子楼一住便是15年，他的意志始终如坚硬的磐石一般，不管外界有怎样的变化，都无法动摇他。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清白，保持着高尚纯洁的操守。元和14年，曾在张英手下任职多年的司勋员外郎张仲素前去拜访白居易，他对关盼盼的生活状况知根知底，关盼盼对感情的忠贞不渝，深深打动了他。由于关盼盼曾经与白居易有过一次宴席上的交往，而且一直倾慕白居易的诗才，所以这次张仲素特意带来了关盼盼所写的《燕子楼新咏诗3首》，想让白居易看看。白居易轻轻展开那素雅的诗笺，上面的诗句映入眼帘。其一，楼上残灯半晓霜，独眠人起合欢床。相思一夜情多少，地角天涯未时长。其二，北邙松柏所愁烟，燕子楼中思悄然。自里见履歌尘绝，红袖香消10年。其三，试看鸿雁岳阳回，又睹悬琴逼射来。瑶琴欲消无愁绪，任从蛛网任从灰。诗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关盼盼在燕子楼里那种凄凉冷清、孤独悲苦、相思却毫无希望，整个人心灰意冷的心境，情真意切，特别能打动人心。白居易读完这些诗后，不禁回想起当初在徐州时受到关盼盼和张英热情款待的场景。那时候他们夫妻2人恩恩爱爱，如影随形。可如今呢，只剩下年轻貌美的关盼盼独自一人守着空荡荡的楼阁，这实在是人间的一大憾事啊！白居易情不自禁地为关盼盼感到难过和忧伤，眼眶泛红，落下了饱含同情的泪水。他手捧着诗笺，满心喜爱，一遍又一遍地吟诵着，心里想着张英都已经离世10年了，竟然还有如此深情的爱妾为他坚守节操，实在是让人羡慕不已。然而他又突然转念想到，既然他们夫妻之间感情如此深厚，难解难分，那为什么关盼盼不跟着张英一同奔赴黄泉，从而成就一段令人感慨万千的凄美故事呢？就在这样的想法推动下，白居易神情庄重严肃，依照原诗的韵律胡了3首诗。其一，满窗明月满帘霜，被冷灯残复卧床。燕子楼中寒月夜，秋来只为伊人长。其二，电带罗衫似烟，几回玉起及山染。自从不舞霓裳曲，蝶在空乡10年。其三，今春有客洛阳回，曾到尚书坟上来，见说白杨堪作柱，争教红粉不成灰。白居易在脑海中勾勒出这样一幅画面：徐州西郊的燕子楼，当秋天来临，萧瑟的西风裹挟着阵阵寒意呼啸而过，如水般澄澈的月光洒在楼上，使得整座楼更添几分凄情与孤寂。独自居住在这楼上的关盼盼，在白居易的想象中一定饱受着相思之苦的折磨。自从张英离开人世，关盼盼便不再涂抹脂粉，也不再弹奏琴瑟，往日那些陪伴他翩翩起舞的舞衣，如今也只能被叠放在箱子里，再也没有机会穿在身上展现他的风采了。突然间，白居易的思绪笔锋一转，他想到张英的墓上白杨树都已经长得粗壮到可以用作柱子了，然而张英生前无比宠爱的美人却依旧孤零零地守着空荡荡的闺房。他不禁思索，倘若2人之间真的是情深意重，那为何他不愿意像尘埃一样追随夫君一同前往九泉之下呢？大家可能会疑惑，白居易原本对关盼盼满是同情，为何此时却要劝他以死殉情呢？其实这并非是他存心想要伤害关盼盼，在当时的社会道德标准里，女子能够以死来为丈夫殉节，那可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美德。白居易觉得，既然关盼盼能够为张英独自守着空房这么多年，那为何不再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呢？这样一来，他
他就能留下贞洁烈妇的美名，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。在这位大诗人的心中，始终坚信节操和美好的名声远比生命更为重要。所以在他看来，劝关盼盼殉情并非是将他逼入绝境，反而是在为他指引一条通往荣耀的光明之路。为了能够更加清晰明确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，他又颇为直白地补上了一首七言绝句：黄金不惜买蛾眉，捡得如花4-5枚，歌舞教成心力尽，一朝身去不相随。张仲素返回徐州后，将白居易为关盼盼创作的4首诗送到了他的手中。关盼盼接过诗笺时，心里头先是泛起一丝欣慰之情。在他看来，能够得到大诗人的关注，还能获其以柔美的笔触为自己题诗，这实在是一件难得的荣耀之事。然而当他小心翼翼地展开诗笺，逐字逐句细细品读之后，终于领会到了诗人字里行间的真实心意。这一领悟让他内心受到了强烈的冲击，他觉得诗中的寓意实在是太过咄咄逼人，用词也显得尖刻无比，实在是有失公允。关盼盼心想，自己为张吟坚守节操长达10年之久，可这位大诗人不仅没有给予自己应有的关怀与同情，反倒用诗来劝自己赴死，为何如此冷酷无情呢？满心的委屈与悲愤让他忍不住泪流满面。他对着张仲素哭诉道：自从张公离开人世，我又何尝没有想过一死了之，追随他而去呢？只是担心过了若干年之后，人们会议论我的夫君贪恋美色，竟然让爱妾为他殉身。倘若真的如此，那岂不是会玷污了我夫君的清白名声吗？所以我才含着满心的怨恨，苟且偷生到了如今啊。话音刚落，他便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，放声大哭起来。这哭声里既有对自己悲惨命运的哀伤，也饱含着对世道不公的愤懑。张仲素在一旁看着关盼盼如此悲痛欲绝，心中也不禁一阵酸楚，默默地陪着他一起落泪。也不知哭了多久，渐渐的，关盼盼仿佛从这激愤的情绪中逐渐理出了一些头绪。他强忍着满心的悲痛，在泪眼模糊之中，依照白居易诗的韵律，奉胡了一首七言绝句：自守空楼敛恨眉，形同春后牡丹枝，舍人不会人深意，压到泉台不相随。关盼盼所作的诗里，有自我的剖白，有深深的幽怨，更充斥着难以遏制的愤怒。诗中那句形同春后牡丹枝，是承接当年那场欢宴之上白居易对他夸赞的最娇胜不得，蜂鸟牡丹花而来。遥想那时他恰似盛开的牡丹，娇艳欲滴，风华正茂，而如今却宛如春天将近，即将凋零的牡丹花枝，尽显落寞与凄凉。舍人不会人深意这句，则是他在痛心地感慨白居易根本无法理解他内心真正的想法。曾经他光彩照人之时，白居易对他极力夸赞，可当他如鲜花般即将枯萎，陷入这般凄凉境地时，白居易不但没有给予理解和安慰，反而像是在他的伤口上撒盐，让他倍感痛苦。到了如今这般田地，关盼盼其实早已对生活没了任何兴致。既然有人逼迫他以死来保全贞洁，他觉得自己也实在是没有其他的选择了。张仲素从燕子楼离开之后，关盼盼便决然地开始绝食。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老仆满含泪水，苦苦地劝说他，但关盼盼心意已决。徐州当地那些知晓此事的文人也纷纷写诗来劝解他，希望他能改变主意。然而这一切终究还是无法动摇关盼盼坚定的决心。就这样10天之后，这位曾经如花似玉，能歌善舞，令无数人倾心的绝代佳人，最终在燕子楼上香消玉殒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身体极为虚弱，却还是勉强支撑着，拿起笔写下了儿童不识冲天物，慢把轻易汗血毫。这句话明显是针对白居易说的。关盼盼在凄清孤苦中独自居住了10年，对于生死他早已看得十分淡然。在他心里，以死来成全自己的贞洁，并非是一件令人伤心难过的事情。
他唯一痛恨的是，自己对亡父张英的一片赤诚的痴心，竟然不被白居易所理解。白居易竟然以为他不愿意为张英付出生命，还以一个与这件事毫无关联的局外人身份，硬生生地逼迫自己走向绝路。在关盼盼的眼中，即便白居易大名鼎鼎，可在这件事上，此刻的他就如同一个幼稚无知的儿童，根本无法领会他那如冰般清澈、如玉般纯洁的忠贞之情。于是关盼盼以自己无比高贵的死亡回应了这位大诗人。后来白居易得知关盼盼的死讯，懊悔不已。过了好些年，白居易归隐到洛阳香山，他心里明白自己时日无多，回想起关盼盼的悲剧，便遣散了石矶樊簇和小蛮，就是不希望他们再重蹈关盼盼的覆辙。